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，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这件事情跟我家人无关，你不要骚扰他们了。骚扰？是你先骚扰我的家庭，抢我的老公的，还破坏我美满的婚姻。够了！是 Eric 骗我说你们会办离婚，我才会跟他来往的。可是我也告诉过你了 ，Eric 是不会跟我离婚的，为什么你还死缠烂不放，甚至不让他回家，不听我的电话？你不要乱说话！我什么时候不让他回家，不让他听你电话？自从那天找了我之后，我再没见他，也没听他电话，我怎么缠住他呢？你不要骗我了 ，Eric 这几天都没有回家。有人告诉我，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，除了你还会有谁？太太呀，你误会了。叶叶除了去上班，每天都留在家里，怎么可能跟你的丈夫在一起呢？对啊，你们以为他真的上班啊？他可能偷偷跑去跟艾伦约会，然后把他藏起来，甚至把他锁起来，不让他见我。哦，你知道，比如艾伦不要跟我离婚，你就发狠把他藏起来，你把艾伦交出来啊！你发什么疯啊 ？Eric 说，就算他不能跟你离婚，也要和我在一起的。他说他很爱我，不能离开我。是他求我不要离开他的，你听清楚了没有？我根本就没有把他藏起来呀！燕燕呐，不会的，他只是在玩弄你，他不会爱你，他不可能爱你的。我难道爱你吗？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，他不会在外面找另外一个女人来办。燕燕，你静静可以吗？我是实话实说。好，你告诉我，你要多少钱，我都会给你。你把艾伦叫出来，贱女人，贱女人！不要你的钱啊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了？把艾伦还给我！把艾伦还给我！快点叫救护车！这个死人跑到哪里去了？你打完了，见了。王八蛋！拜拜。Eric， 你一边说跟老婆离婚，另外一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你把我莫言当成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给你一刀两断。燕燕呐，你回来了，你跑去哪里啦？二姐在跟你讲话，没有听到没？啊，姐啊，算了算了，全家人都在担心你，你摆什么臭架子啊你？我去找那个男人，灌了他一巴掌，还提出分手，你满意了吧？你做错事情还发什么小姐脾气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还不承认你有错？你破坏人家家庭就是错。我根本就没有错。你忘了我们的王八蛋爸爸是怎么离开这个家的吗？他就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才抛弃我们的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是要保证会跟老婆离婚，我才会跟他来往的。你要我说多少遍啊？还好人家的老婆孩子没有事啊，不然的话你是不是要生一个还给人家？你的良心过得去吗？喂，受骗的是我啊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们有没有替我的感受想一想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很难看的。不要这样了，别人算了，也别算了。我自己的事我会负责，你不要管。
是气死我了！哎，你走开了！姐，怎么办啊？哈，二姐，你快去劝大姐啦。姐啊，不要再吃了啦。姐啊，不要喝了啦！不要吃了，你不要吃了。我做什么啊？你已经不是以前的莫婉婉啦。我已经够烦了，你还要来烦我？我不是要烦你，我知道燕燕让你很痛心，但是你也不要用吃来发泄啊。我不只是痛心啊，我对他是彻彻底底的失望啊！燕燕只是还没有想通。他根本都不把我这个大姐放在眼里。我知道燕燕很任性，但是怎么说她也是我们的妹妹。在这么多姐妹之中，她是最聪明的，也是最让我操心的。我原本以为她坐完牢出来会变好一点呢，哪里知道还是这个样子。其实可能是我们不够关心她。她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妹妹。早知道她会搞出那么多事情来，我宁可她像以前这样一天到晚在睡觉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但我就不用这样操心了吗？姐啊，我想燕燕是有悔意的。姐啊，你真的不要管燕燕啦。我不是不要管她，我管不了。想吃什么？中餐还是西餐？怎么叹气了？我觉得我这做大姐真的是做到很失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妍妍哦，竟然跟一个有老婆的男人在一起，还搞到人家的老婆找上门来啊！那你有没有劝他离开那个男人？他会听我的话就好了。不如找个机会让我去跟他谈谈，好吗？他连我这个大姐话都不听，怎么会听你的呢？不用了，不用白费心机了。我只是想帮你，我不希望看到你这么不开心。应该会没事的，他又不是小孩子。对不起啊，帮不到你。做梦说对不起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家事啊，根本不关你的事。那你明天还去不去日本啊？如果你还是放心不下的话，那就别去了。去？为什么不去？你说的对啊，我不应该把什么事都扛在自己身上。毕竟这间店刚刚上轨道，我应该花多一点心思在这里。对。喂，小婉，杨雄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上海啊，那你又在哪里？我在忙啊。那罗文在不在？他，哎，就是在啦，你跟他说，是他自己说要公平竞争的。如果我在上海，他不跟你见面，这才叫公平。周末你又来了。小婉，这次我来上海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打拼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说这一些。不过我还是要让你知道，我对你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。我知道方诺文现在在你身边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今天晚上我再打给你 ，OK？ 拜拜。方诺文，你不要以为你整天黏着婉婉，我就会输给你。哎，大哥，今天的股东会议你怎么没有去出席啊？他们一个两个都不愿意再拿钱出来投资，开多少会也没用吗？何止啊，大哥，今天还有2个股东说要退股了。什么？
不加股也就算了，还要退股。哎呀，就是因为我们生意越来越差，所以他们……如果这个时候退股，倒不如把生意给结束了。那倒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。餐厅的开销那么大，上店的客人又没有几个，与其这样越亏越多，倒还不如把它结束了算了。你知道我们投下了多少资金，用了多少心血吗？你说结束就结束，我真的不甘心。不甘心又怎么样，大哥？当初我们以为把南洋的美食带到这边来会大受欢迎，可谁知道？谁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喜欢吃我们煮的东西吗？大哥，不如我们就改做本地菜，说不定还可以死鱼翻身的哈。没用的，上海有那么多家餐厅，而且竞争那么激烈，他们又全部都是老上海，又熟悉本地人的口味，跟他们斗啊，绝对斗不过的啦。大哥，你认为呢？啊，你们先静静，让我好好想想啊。先生好像不是本地人，我是新加坡人。啊，新加坡人。先生出来游玩要放开心情，好好的享受，不要把不开心的事带在身上。你又知道我不开心？哎，相由心生，你的不开心全都写在脸上。先生，你会看相啊？男人发愁通常有2件事，一是女人，另一个就是金钱。我说先生，你不用发愁，你是个很有财运的人，我看你一定能够渡过难关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了。这样吧，你我有缘，我教你一个吸财大法。吸财大法？对。哎呀，你少在这边骗钱了。别误会，我只是与这位先生结缘，不收风闻。阿哲，先听听这位先生怎么说嘛。大哥啊，你真的相信他的话？既然这位先生说不收钱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请问大师，这吸财气要怎么个吸法？找个聚财的地方，钱最多的地方，用力吸，把财气全吸到身上，财源就会滚滚而来。这样都可以啊？那每个人都跑去银行吸好了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运气的，你们2位就没有，只有他有。不过，你的财运不在上海，那在哪里？你从哪里来，就在哪里找。新加坡？对。不过吸财气是有讲究的，要选日子、时辰还有方位，不能随便吸啊。那就请大师帮我算一算。我还有事情，这样吧，我给一张名片给你，如果你又有时间，你有兴趣的话，就到3楼来找我。哦，会的，会的。OK， 再见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大哥，你真的相信他？对啊，他是不是骗子来的啊？哎呀，这个时候死马都要当成活马医了，只要能够解决公司资金上的问题，我什么都会试的。陆行人，他不是上海最有名的风水师吗？今天下午在这边，他有个讲座的。哎呀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哎呀，公司有救了！超市人，阿玲啊，你就是电视机开大声一点。啊？我说把电视机开大声一点，我听不到了。已经是最大声了。哦，需要看人钱了。电炉的味道好臭啊！要紧啊，这个巴沙马呢，到底要排到什么时候啊？听说要摆1个月。啊，1个月啊，那做得了？那有什么办法？关了窗门还这么吵，
我看呐，我还是去联邦，你大舅那边住几天才回来？哎呦，受不了哦！王八蛋！阿明哥，你拿钱出来做什么？哪来你那些王八蛋呢？把他们的发电机弄坏，看他们怎么做生意。哎呀，不要了，阿明哥，他们也是为了做生意的。走开了！阿明哥，算了啦，算了。放手啊！放手！不要了，阿明哥。放手！放手！算了，小心一点。你没事吧？吵得要死！阿明哥，你先换件衣服吧。阿明哥，你用棉花塞住耳朵就不会吵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二姐教我的，我帮你呀。很痒啊！我不要了。把上马快收到了，你忍一忍哦。1、2天还可以忍啊，1个月怎么忍啊？我看住酒店算了。好啊，酒店很舒服的。好，住酒店不用花钱啊。要给多少钱？我看普通的也要100多块1晚。哇，那么贵啊！那不要了。对了，大姐说明天去日本，叫我们搬一套房间住。什么？你要我跟你的姐妹们住？你要我被他们看不起？我搬回去住，他们不懂有多高兴啊！怎么会看不起你呢？而且那边我们吃的、住的、用的都不用钱，几天我们就搬过去了，好不好？要去的话，你自己去好了。你不跟我搬过去住啊？这里每天都那么吵，你受得了吗？而且我们搬过去住也不是很久嘛，等巴萨马拉结束，我们就搬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很烦呢，再说吧。吵死了！姐啊，我去叫燕燕起来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她都不想见我，就不要勉强她了。玲玲啊，这个家就交给你了。燕燕的事情呢，帮我看住，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给我。知道啦。大姐，我送你到天机场吧。不用了，洋洋，诺文他会送我去。那我跟。我走了。那我哥，大姐二姐，事情我来办。你们来了。我们搬进来了。好。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打扰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呢？都是自己人，还这么客气，就当做这里是你们的家好了啊！不要见外啊！哎，姐啊，没有时间了。哦，大姐你要走了，我再不走迟到，飞机不会等我的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姐，一路顺风啊 OK， 拜拜。我真有点后悔啊，答应你搬进来这里住，为什么？又不是自己的家，总是不大习惯。怎么会呢？大姐不是说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吗？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什么是寄人篱下？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了。那就不要说了。哇，大姐的床好舒服啊！阿明哥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我们很喜欢跟大姐挤在这里的，就是我啊、二姐、三姐、柔柔小弟，有自己的床也不要睡呀。阿明哥，要不要躺一下？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都不是自己的床，怎么睡都不会舒服的，不要了。
哎，阿明哥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啊，可以。阿明啊，如果你需要什么，尽管告诉我啊，不用客气啊。我们知道了。我要去上班啦，慢慢收拾吧。啊，对啊，我要去 camping， 要过几天才回来。那你玩得开心一点。好了，我们走啦。拜拜。拜拜。不用送啦。拜拜。回到家就笑得这么开心，在家的时候啊，没见你笑得这么甜。阿明哥，你不高兴啊？没有啦，没有。那你先冲个凉啊，我弄早餐给你。哦。晶晶啊，晶晶啊，卫生纸没有啦。哎。晶晶啊，卫生纸没有啦。哎。我以为没有人在家吗？我怎么知道你在房里呢？没人在家，你这个不穿衣服到处乱跑吗？你以为这是你家？三姐，你不要生气了。大姐叫我们搬回来住，阿明哥又不知道你在家里，不是故意的。阿明哥，你快点进房吧。拿卫生纸给我啊！一大清早啊，见鬼啊！三姐，你不要生气了，阿明哥不是故意的，不要生气啦。我弄了早餐，我拿给你吃。等等，你手臂上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淤青的？我不小心弄伤的。你不小心？是阿明弄的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你不要撒谎。我没有。你老实告诉我。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晶晶啊，你不是说要弄早餐给我吃吗？哦，我现在去弄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才不相信你手臂上的伤是你自己不小心弄的，是不是阿明弄的？晶晶，你快告诉我啊！我就知道一定是那个王八蛋，我一定要找他出来。哎，三姐，不关阿明哥的事，他也是因为爱我才这样做嘛。爱你就不会这样子对你的。哎呀，三姐不要问了，都不好意思。他是不是性变态的？什么是性变态？比如说你们在房间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把你的手跟脚绑起来啊？绑起来做什么？我又不会掉下床。绑起来之后呢，用香烟灼你，用蜡烛滴在你身上，或者用鞭子抽你啊？没有啦，你怎么把阿明哥说的那么可怕？那他到底对你做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两个手臂都是淤伤？只是有时候他捏我做得好痛，可是我知道是因为他爱我嘛。你认为他这样是对你爱的表现啊？哎呀，晶晶，哎呀，晶晶啊！早餐弄好了没有啊？我快饿扁了。啊，快要弄好了。你呀，最好对晶晶好一点啊。我怎么对晶晶不好了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敢欺负晶晶，我是第一个不会放过你的。三姐，放开！死八婆！啊！99，100。阿火，快点过来看，快点！哎呀，看什么啊？你看这间婚纱店啊，有一个新的配套，包括了新郎车、化妆、礼服，还有结婚专辑，全套才5000块嘞！什么？5000块啊？太贵了。那我选便宜一点的喽。不是，5000块太便宜了，不够 class。
哎，你要选那些可以到外国拍专辑的配套那种啊，可以去法国、去意大利、新西兰那些地方嘛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干嘛要骗你呢？结婚啊，人生大事啊，一生中就那么一次啊，我要留下美好的回忆嘞。还有啊，那从明天开始呢，我要积极的减肥，我要跑2个小时的路，把这个肥肉减掉。到时呢，我穿礼服啊才会好看嘛。不是吧？怎么不是嘛？我跟你讲啊，你要配合我了，那你也要运动啊，吃得好啊，睡眠要充足啊。我们保持最佳状态举行婚礼，让全荷兰村人知道我们是一对金童玉女。金童玉女，我们啊又不是17、18岁。那我不管了，总之你现在我心目中是我大美人。你吃错东西啊？我是听错东西想吐啊！哎，拜托你嘞，这是我肺腑之言，什么想吐？给点面子嘛！肺腑之言就是讲废话，你懂不懂？这种肉麻的话，只有你阿火才讲得出来啊！我真的是佩服你啊，佩服到要拿香拜你啊！哎，这倒是真的，你要佩服我，要不然你姐姐肯答应嫁给我啊？哎，不像你嘞，脸皮太薄了，所以娶不到老婆。喂，干嘛？阿火说的对啊，你年龄不小了，不要让我们苏家断了香火。姐呀，你继续点香咯，香火就不会断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还在等。前面那个没有天台，后面那个没有厨房那个，人家不喜欢你的。谁说我在等啊？不是等最好。那我听豆芽嫂说啊，她有个侄女长得很不错，是个教师。的确，我不喜欢教师的，我喜欢校工的，不适合我的，我去toilet了。哎，你得死你！每次刚介绍女朋友就是这副样子。算了算了，感情东西要讲缘分呐，不像我们2个嘞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哎，所以你有没有更好？哎，选贵点，选贵点。我喜欢这只钻石戒指。喂，来了干嘛不来踢球？下来啊！干什么？有心事啊？没事啊。看你这种死样子还说没事。你要知道来干嘛？唉。男人心烦呢，通常是因为2件事情，一就是为了钱，2就是为了情。钱呢有的不算多，生活还没什么问题啦，那就是为了情咯。你不要假厉害可以吗？能够让我们的豪哥这样心烦的人，也只有一个，就是莫玲玲哦。我没有说他哦。说的也是哦，一个经过男人身边又没有人看的女人。哪里配得起我们的豪哥？喂，你经过那些男人身边，那些男人有跟你微微咩？哎，至少我没有结过婚、离过婚 ，OK？ 可是人家心地善良啊，照顾弟妹啊，又温柔，又体贴，又细心。你看，还说不是他。好了，不要笑你的啦。告诉我，你跟他进展如何？都没有发展，怎么进展？你就采取主动咯，接他上下班，请他吃饭，约看电影，这样子。死缠烂打就对了啦，不相信他不会被心动。你讲的我全部都做过了，他就是不理我。他不理你，你做到他理你为止啦。难道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？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精诚所至，我都快要精神分裂啦！现在给他钻石都没有用啊，还金石。哎，走啦。去哪里？去买戏票，约他看今晚的戏。那你也要让我回去冲个凉，换件衣服嘛？那要不要吹个头发，化个妆啊？有时间没？天都亮了啦，还不走？哎，我的球！哎，你要捡球，那我回去冲凉啊。没时间了啦。很快的。哎，听说这部鬼片哦，很恐怖的嘞，他一定会尖叫躲进你怀里。老兄，到时你就赚到了。看鬼片我会怕的，吓死人。到时候是我怕，不是他怕，是我抱住他，不是他抱住我啊！哎，要不要看这部啦？哎，这部动作片哦，很刺激的嘞。哎呀，动作片哪里有意思？那个男主角啊，不是拿桌子啊、拿椅子啊、拿楼梯啊，打来打去啊，飞来飞去，好看没？喂，你这个不要，那个不要，很挑剔嘞。那现在只剩下爱情片还有喜剧片，你到底要看哪一部？当然是看爱情片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最喜欢那个爱情片啊，那个女主角啊，中什么癌症，然后要死不死的，男主角呢就一面哭一面照顾她，
不离不弃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女主角将会吐血而死，然后播上那种悲惨的音乐。哦，不，你也喜欢看这种戏啊？我才没有像你这样老土呢。喂，最讨厌看这种哭哭啼啼的戏了啦。还好玲玲不像你，我们都是属于感情丰富的人，不像你这么冷血。我去买票，在这边等我啊。怎么跟玲玲开口？玲玲啊，我刚才买了一对戏票，想请你今天晚上去看电影，可以吗？就这样简单嘛，说不出口咩？万一他摇头拒绝我的话，那我不是很尴尬？干脆这样，直接把戏票退给他，然后我就走人，不要给他有拒绝我的机会。就这样决定。你又来做什么？我来买图像是吗？今天来了一批新的，就在那边，你过去看吧。哦。Sir, can I help you? How much the table is? Oh, this is $1,695. Any discount? We're having a discount now actually, and this is the offer price. This is a very good price actually, you know. 酒还出来？哪里会酒？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拿出来。拿什么啊？没什么啦。看你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有问题的。你才有问题。拿出来。喂，给我。你干什么买顾生？我喜欢我就买咯。随便你啊。怎样了？搞定了没有？什么搞定了没有？约人家去看戏呀。他拒绝你的？没有。那这是他答应你的啦。也没有。喂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问他哦。有啊，我有问啊。你说了什么？我说我要买哭声哦。我真的是被你气死了嘞！投降了，我跟你讲，以后你的事啊，我不要再管了。不要讲嘛，我们是 brother 来的，哎。做你的 brother 真是做到很丢脸嘞。最多我现在去约他了。说的，那去啊，去，欢迎你去。你干嘛停住？改天再约他可以吗？你呀，无药可救了。喂！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神神秘秘的，拿出来。为什么你们每个人今天都讲同一句话的？我叫你拿出来。拿什么啊？你后面的东西啊。后面没什么的。鬼鬼祟祟的，拿过来。又是哭声。我喜欢这种 pattern 嘛，这个 color 我都还没有。已经是第33个了。有这么多咩？我每次去只买一个而已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有个这么没有出息的弟弟，喜欢人家不敢去追，人家有老公的时候不能追，老公走了又不敢追，到现在一点进展都没有。你买那么多哭声回来干什么？睡觉的时候可以抱抱吗？那好啊，你抱着你的哭声去睡个够，我懒得理你呀。你不能做我的妻子，你永远都是我姑姑。你说什么？你永远是我姑姑，你永远是我的师傅。如果再让我见到你的话，
我就杀了你。我白白的等了16年啊！龙儿，难道你不怕寂寞吗？我这就来陪你了。找你找得很辛苦，姑姑，我好想你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身体不舒服啊，我生病了。生病了也应该通知我一声，好让我找人代替你啊！你这样怎么行？喜欢来就来，不喜欢就不来，再这样我就找别人代替你啦。那你找别人好了，你以为这份工作很容易做啊？啊，日夜颠倒，睡也睡不好啊，调酒啊，调到我的手都酸了。莫艳艳，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？啊，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我辞职不干啊，不是你炒我鱿鱼，知道吗？笨女人。喂，哎，依燕，我是托尼啊。托尼？哪一个托尼啊？哦，大学同学托尼 Chan。哎，最近好不好？还好咯。想问一下，你有没有买股票？没有啊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在做股票交易员，有没有兴趣啊？哦，哎，我现在暂时没空啊，我改天再跟你联络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拜拜。没钱啊，老兄，怎么玩股票？
姐，我的菜煮得不好啊。哦，不关你的事。下个星期我的公司有个 D&D， 我的杨老板请我做他的舞伴。是不是那个叫做 Austin 的？嗯。二姐，你老板是不是看上你啊？当然不是啦，我这种脸有谁会看得上？要不然公司那么多女职员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你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姐啊，你有独特的气质，干嘛对自己没信心啊？对啊，而且你人那么好，如果我是男的，我也会很喜欢你的。是啊，有内涵的人是不会注重一个人的外表，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。好啦，你们两个讲到我，多不好意思。如果你的老板真的看上你，二姐啊，把握机会啊！把握什么机会？我啊，紧张的要死啊！紧张什么？当然紧张啦！你看，我又不会化妆，又没有好看的晚礼服，又不会跳舞，当晚我一定会出丑的。找人帮你啊？找谁？我们家谁最会做这些？我知道了，三姐啊！不要再烦我了，三姐，难道二姐你也不帮啊？哎呀，不要烦我行不行？三姐，你帮帮二姐啦！哎呀，晶晶，三姐，你帮帮忙嘛！晶晶，算了啦，不要烦你的三姐啦。我看等一下我打给奥斯汀，说我不做他的舞伴了。晶晶，过来吃饭吧。去吃饭。这个沙发又破又旧的。爷爷呐，真的谢谢你陪我出来逛街啊，要不然我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衣服。谢什么？其实我是不想看到你让那个3个 A 的男人从你身边溜走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 Austin 没什么的。没什么啊，那就借这个机会呢，发展成有什么咯？不跟你说了。除非你喜欢那个连 B 都没有的苏豪啊！谁说我喜欢他啦？那就对了。既然你的老板那么喜欢你，你呀就应该借这个机会，好好的从头到脚呢打扮一番，让他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。那么以后呢，就可以有机会当个有钱的少奶奶。我不跟你说这些啊，你是不是还在生大姐的气？哎呦，幸好啊，你不是在开车。喂，你干什么啊？你转换话题好像转换车道一样，连 signal 都没有打啊！喂，我是认真的。大姐去日本之前呢，叫我好好的看着你。你知道啦，她是嘴硬心软，其实她很关心你的，你就不要再怪她喽。有没有听我说？哎呦，二姐，你都没有好好保养，你看你，哎呦，那些皱纹是多到，快点去facial了哈！喂，你转换车道很快哦。当然啦，没车怎么开 signal？ 哎，晶晶。豪哥。哎，哇，这衣服那么漂亮，谁的？二姐的，她今天晚上要参加舞会。舞会？跟谁一起去啊？就是那个按摩叫什么，Austin 的。他要跟那个按摩一起参加舞会？三姐说她要追求二姐，还叫二姐打扮得漂漂亮亮，这样才可以勾到大鱼啊。豪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真的没事啊？没事。那我先走了。是按摩。有时候感觉还不错，心情好起来，什么东西？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变颜色。虽然我的样子不算出色，但会做好自己角色。拼命也要追求美好前途，世界上没什么不可能。想做就做，不要错过，为他永远不能解决问题。希望就做，别再多说。